每秒100公里，这个仙女向我们飞奔而来。40亿年后的今天，我们将看到最美的烟花。请注意，本视频有耗费一个作者，时长1小时。你可以点赞收藏，开启 WiFi， 准备睡觉了。接下来的时间里，放松你的身体，让思绪随着我的声音飘向那片浩瀚的星空。我们会一起踏上这趟跨越40亿年的星际之旅，去了解银河系与仙女座星系的前世今生，去探索这场宇宙碰撞将会如何改变我们的星空，去思考在宇宙的尺度下，人类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吧。要理解银河系与仙女座星系碰撞的必然性，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这两位宇宙巨人的基本面貌。他们就像是宇宙海洋中的两座巨大岛屿，各自承载着数以千亿计的恒星系统，在漫长的时空中静静漂流。让我们先来看看银河系。你现在抬头看到的这条淡淡的银河光带，就是银河系的主体部分在夜空中的投影。银河系是一个棒旋星系，直径大约10万光年，厚度在12000光年左右。如果你能够站在银河系之外俯瞰，你会发现它呈现出一种优美的漩涡结构。两条主要的旋臂从中心的棒状结构延伸而出，如同一条缓缓旋转的银色车轮。银河系的中心是一个超大质量黑洞，质量大约是太阳的400万倍。这个黑洞被大量的老年红色恒星和稠密的星际气体包围，形成了一个被称为核球的明亮区域。核球之外是银盘，那里分布着年轻的蓝色恒星、气体云和尘埃，也是我们太阳系所在的位置。再往外还有银晕，一个由古老球状星团和稀疏恒星组成的球形区域。天文学家估计，银河系包含大约1000亿到4000亿颗恒星，每一颗恒星都有自己的故事，而太阳只是这1000亿恒星中极其普通的一颗，默默地在银河系的猎户臂上运转，距离银河系中心大约26000光年。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银河系的邻居。距离银河系最近的大型星系是一个被称为仙女座星系的宇宙结构。仙女座星系位于仙女座的方向，距离我们大约250万光年。它是本星系群中最大的成员，也是肉眼可见的最遥远的天体之一。在光污染较少的夜晚，你甚至可以用肉眼看到它模糊的轮廓。仙女座星系比银河系更大更重，它的直径约为22万光年，恒星数量可能达到1万亿颗。从质量上看，仙女座星系大约是银河系的1.5倍。这意味着，当这两位宇宙巨人相遇时，仙女座星系更像是那个更具主导性的角色。有趣的是，仙女座星系的形状与银河系不同，它是一个漩涡星系，但旋臂的结构更加松散和扩散。天文学家还发现，仙女座星系的中心同样存在一个超大质量黑洞，质量约为太阳的1亿倍，比银河系中心的黑洞大得多。现在，关键的问题来了，这两个星系是如何被锁定在碰撞轨道上的？答案在于引力。宇宙中的一切都在运动，星系也不例外。仙女座星系目前正以大约每秒110公里的速度向银河系移动。
虽然这个速度听起来很快，但在宇宙的尺度上，这其实算是相对缓慢的漂移。然而，由于两个星系之间巨大的质量产生的引力作用，这场相遇是不可避免的。天文学家利用哈勃太空望远镜和其他观测设备，对仙女座星系的运动进行了精确测量。通过分析星系中恒星的光谱多普勒效应，科学家们确定了仙女座星系的视向速度。而通过观测仙女座星系在天空中的位置变化，这种变化被称为自行运动。科学家们进一步确认了仙女座星系正在向银河系飞来。更重要的是，通过综合分析这两个参数，天文学家计算出，大约37亿到40亿年后，仙女座星系将与银河系发生正面碰撞。这个时间预测有一个大约10亿年的不确定性窗口，但碰撞本身几乎是确定的。你可能会想，250万光年的距离，怎么可能确定会碰撞呢？毕竟，即使是以光速飞行，也需要250万年才能到达。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答案在于我们对仙女座星系运动状态的了解。通过多年的观测，天文学家已经测量出仙女座星系的切向速度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意味着仙女座星系几乎是径直地朝银河系飞来，没有太多的横向偏移，就像一个狙击手瞄准了目标，只要初始速度方向确定了，引力就会确保它最终击中目标。当然，宇宙中的事情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如果未来的观测发现仙女座星系有一个我们之前没有注意到的显著横向速度，那么碰撞的时间线和概率都可能需要修正。但就目前的科学认知而言，这场碰撞是大概率会发生的事件。现在，让我们来思考一个更有趣的问题：40亿年后，当银河系与仙女座星系开始碰撞时，我们的太阳系会怎样？我们熟悉的星空会变成什么样子？这可能是你心中最关心的问题。毕竟，虽然40亿年是很长的时间，但对于我们脚下的地球和头顶的太阳来说，这个时间却有着不同的意义。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太阳的变化。太阳是一颗黄矮星，目前正处于主序星阶段的中期，大约50亿岁。对于一颗恒星来说，50亿岁正值壮年，它正在稳定地将氢聚变成氦，为太阳系提供光和热。然而，太阳的燃料并不是无限的。再过大约50亿年，当太阳核心的氢燃烧殆尽时，它将开始膨胀成一颗红巨星。届时，它的半径可能会扩大到现在的200倍以上。那时候的太阳将变得非常巨大和明亮，它的外层大气可能会延伸到地球轨道附近，将我们的地球吞没。这意味着，在银河系与仙女座星系碰撞之前，我们的地球可能早就已经被膨胀的太阳吞噬了。所以，当你在想象中观看那场40亿年后的宇宙碰撞时，你看到的将是一个没有地球、没有人类的太阳系，或许只有一些已经逃离到外层轨道的人造探测器，还在默默记录着那场宇宙奇观。当然，这是最坏的情况。有研究表明，当太阳变成红巨星时，它可能会失去大约1/3的质量。质量的减少意味着太阳对行星的引力会减弱，地球的轨道可能会向外移动，从而逃脱被吞噬的命运。无论如何，地球上的生命如果还有的话，
在那之前很久就已经消亡了。所以，从人类文明的角度来看，银河系与仙女座星系的碰撞，实际上是一个与我们无关的事件。我们的物种可能在那之前就已经灭绝，或者进化成了完全不同的生命形式，甚至是离开了银河系，去往宇宙的其他角落。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话题与我们无关，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这场碰撞的宏大和漫长，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让我们能够跳出日常生活的琐碎，以宇宙的尺度来审视人类的存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这场碰撞的细节。我们会看到，当两个星系开始相遇时，恒星之间的实际碰撞几乎不会发生，但引力扰动会导致星系的结构发生剧烈的重组。我们会了解到太阳系在碰撞过程中可能会有怎样的命运。我们还会探讨为什么星系的碰撞不一定是灾难性的，事实上，它们可能是宇宙演化中最重要的创世力量之一。让我们继续这趟旅程。现在，让我们把时间快进到那遥远的未来，想象一下银河系与仙女座星系相遇的那一刻。在最初的接触阶段，两个星系的边缘部分开始相互渗透，银河系和仙女座星系都笼罩在一种被称为银晕的稀疏恒星云中。这些古老的恒星分布在一个巨大的球形空间里。当两个银晕开始重叠时，最靠近仙女座的太阳可能会感受到引力的微妙变化。仙女座星系正在以每秒110公里的速度接近，这个速度虽然看起来很快，但在星系碰撞的尺度上，这其实是一个相对温和的速率。两个星系的完全合并将需要大约20亿到30亿年的时间，这是一个人类文明根本无法想象的漫长时间尺度。当两个星系的旋臂开始交错时，真正的混乱才会开始。在引力的作用下，无数恒星会改变它们的轨道，一些恒星会被甩出星系，成为星际空间中的流浪者。另一些恒星则会被引力束缚，进入全新的轨道。在这场宇宙舞蹈中，太阳系既有可能安然无恙，也有可能被甩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位置。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需要澄清：虽然我们说两个星系会碰撞，但恒星之间的实际碰撞几乎不会发生。想象一下，如果把太阳比作一颗樱桃，那么恒星之间的平均距离就有几公里之远。在这样的尺度上，即使两个星系相互穿过，大多数恒星也只会擦肩而过，几乎不会发生物理碰撞。真正产生影响的是星系中巨大质量结构产生的引力场。当仙女座星系的核经过银河系时，两个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会相互作用，开始相互绕转，最终合并成一个更大的黑洞。这个过程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产生强烈的引力波，时空的涟漪会以光速向外传播。引力波，是的，2015年，人类首次直接探测到引力波，那是来自13亿光年外两个黑洞合并的信号。当银河系与仙女座星系中心的黑洞合并时，产生的引力波信号可能会被宇宙中所有的引力波探测器捕捉到。如果那时候还有人类文明存在，并且还在监听宇宙的话。现在让我们回到太阳系的话题。科学家们通过计算机模拟，
对太阳系在银河系仙女座碰撞中可能遭遇的情况进行了大量研究。在大多数模拟场景中，太阳系在碰撞过程中是相对安全的。我们的太阳系位于银河系的边缘区域，远离星系中心那个引力环境复杂的区域。当仙女座星系经过时，它对太阳系的引力影响虽然不可忽视，但通常不足以将太阳或地球完全甩出银河系。然而，太阳系的轨道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扰动。有研究表明，太阳系可能会获得一些额外的速度，或者被移动到一个略高于或低于银河系平面的轨道。但这并不意味着灾难，这只是意味着40亿年后，太阳系可能会在一个略微不同的位置上继续绕银河系中心运转。更令人惊讶的是，有一部分模拟结果显示，太阳系在碰撞过程中有大约3%的概率被完全甩出合并后的新星系，成为星际空间中孤独的流浪者。想象一下，如果真的发生了这种情况，未来的太阳系将会在一个完全黑暗的环境中漂流，没有其他恒星的光芒，只有太阳孤独地照耀着8大行星。但这并不是故事的结束。事实上，对于恒星系统来说，被甩出星系并不一定是坏事。在星系内部，恒星的密集分布意味着近距离的恒星相遇可能会干扰奥尔特云，引发彗星向内太阳系的倾泻，而被甩出的恒星系统反而会因为周围空旷而更加安全。现在，让我们把视线从太阳系移开，看看整个银河系在这场碰撞中会经历什么。当2个星系开始合并时，它们的漩涡结构会被彻底摧毁。在引力的作用下，原本优美的悬臂会扭曲、拉伸、破碎。数十亿颗恒星会在混乱中重新排列，形成一个更加混乱但也更具有活力的恒星，形成区域。大量气体云会被压缩和扰动，触发新一轮的恒星，形成爆发。这些新形成的恒星大多是大质量的蓝色巨星，它们的光芒会比老年的红色恒星更加明亮和炽热。在碰撞的高峰期，合并后的星系可能会变成一个明亮的星爆星系。新恒星的形成速度是平时的数十倍。最终，当一切平息下来，大约20到30亿年后，一个全新的星系将诞生。这个星系将不再具有银河系或仙女座星系的漩涡结构，而是会变成一个椭圆形或透镜型的椭圆星系。天文学家根据它的前身银河系和仙女座星系，给它起了一个名字 Milkomida， 意为银河仙女混合体。这个新的椭圆星系将包含原来2个星系的所有恒星、气体、尘埃和暗物质。它的中心会有一个更加巨大的超大质量黑洞，来自原来2个星系中心的黑洞合并后的产物。这个黑洞的质量可能是太阳的数十亿倍，它会继续统治着新星系的中心区域。听起来这一切都很宏大，也很遥远，但让我们在这里暂停一下，回到当下。40亿年对于宇宙来说，这只是一个短暂的瞬间；对于地球上的生命来说，这是一段可以进化无数次的时间。40亿年前，地球上只有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40亿年后，如果地球还有生命存在，那一定是我们现在完全无法想象的形式。也许你会觉得，既然这一切都与我们无关，那为什么还要了解这些呢？
这确实是一个好问题，我想给你几个理由。首先，了解宇宙的命运，其实是在了解我们自身的来历。宇宙大爆炸产生了最初的氢和氦气体，这些气体在引力的作用下聚集形成了第一代恒星。第一代恒星爆炸后，将更重的元素散布到宇宙空间，这些元素后来形成了我们的太阳系，也形成了你和我身体里的每一个原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是星辰的碎片，是宇宙演化数十亿年的产物。了解银河系与仙女座星系的碰撞，就是了解我们所在宇宙系统的前世今生。这种知识让我们能够在一个更大的图景中理解人类的位置。其次，这种宏大的视角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种独特的平静。当你因为日常琐事而焦虑不安时，想象一下40亿年后那场宇宙碰撞，想象一下太阳系在星系舞蹈中漂移的场景，你会发现你现在担心的那些事情，在宇宙的尺度上是多么微不足道。这并不是说要变得消极或漠不关心，而是要学会在更宽广的视野中看待生活中的挑战。当你能够把焦虑放在宇宙的尺度上衡量时，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其实没有那么重要，而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会变得更加清晰。第三，了解这些知识能够让我们对科学和未知保持敬畏。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很容易陷入一种虚假的确定感，认为一切都已经知道，一切都可以解释。但宇宙的故事提醒我们，还有太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每一次仰望星空，都是在面对一个充满奇迹和未知的宇宙。这种敬畏感并不是一种消极的情绪，而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它推动着人类不断探索，不断提问，不断寻找答案。如果没有对未知的敬畏，就不会有伽利略的望远镜，不会有牛顿的苹果，不会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不会有今天人类登上了月球，探测器正在飞向火星。好了，我们已经了解了银河系与仙女座星系碰撞的基本情况，现在让我们更深入地探索一些有趣的话题。你知道吗？银河系并不孤独，在它的周围有一个被称为本星系群的小行星系群。银河系和仙女座星系是其中最大的2个成员，此外还有大约50多个更小的矮星系，分布在2大星系的周围。本星系群的总跨度大约为1000万光年，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宇宙结构。在更大的尺度上，本星系群是室女座超星系团的一部分，那里包含着数百个星系群和星系团，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宇宙网络。有趣的是，银河系与仙女座星系的碰撞，实际上是本星系群内部引力相互作用的结果。本星系群中的所有星系都在相互引力作用下运动，而银河系和仙女座星系作为最大的2个成员，最终必然会走向合并。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快进到更远的未来，比如大约500亿年后，我们会发现本星系群中的所有星系可能都已经合并成了一个巨大的椭圆星系。那时候，曾经璀璨的星空将变得暗淡，因为大多数恒星已经燃烧殆尽，只剩下白矮星、中子星和黑洞，以及一些暗淡的红矮星在缓慢地发出微弱的光芒。这就是宇宙的终极命运之一——热寂。当最后一颗恒星燃尽最后一缕燃料，
宇宙将陷入永恒的黑暗和寒冷。那时候的宇宙将是一个由黑洞、死亡、恒星和漂浮行星组成的寒冷世界。这个画面可能会让你感到沮丧，但请记住，这是数百亿年甚至数万亿年以后的事情。在那之前，宇宙还有无数的故事可以讲述，无数的变化会发生。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这个遥远的未来，与其说是一种预言，不如说是一种提醒。宇宙中的美好时光是有限的，正因如此，它们才更加珍贵。让我们把话题拉回到银河系与仙女座星系的碰撞上来。其实，这种星系碰撞在宇宙中并不罕见。事实上，星系的碰撞和合并被认为是宇宙演化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在宇宙的早期历史中，星系更加密集地聚集在一起，因此碰撞也更加频繁。即使在今天，天文学家也观测到了许多正在碰撞或合并的星系。你有没有听说过触须星系？这是一个位于乌鸦座方向的相互作用星系对，距离我们约6000万光年。两个星系正在相互穿过，扭曲的悬臂形成了类似于昆虫触须的壮观结构。这个正在进行的碰撞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星系合并过程的珍贵样本。还有一个著名的例子是车轮星系，位于御夫座方向，距离我们约5亿光年。它被认为是在大约2亿年前与另一个星系碰撞后形成的。碰撞产生的冲击波在星系中传播，触发了新一轮的恒星形成，形成了一个类似于车轮结构的独特外观。通过研究这些正在碰撞的星系，天文学家能够更好地理解银河系与仙女座星系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虽然每一个碰撞都是独特的，但它们共享一些共同的特征：恒星的轨道被扰动，气体云被压缩，新的恒星被激发，老的漩涡结构被摧毁，最终形成一个新的、更加圆胖的星系。银河系与仙女座星系的碰撞也不例外，但它特别引人注目的原因在于，这是距离我们最近的大型星系碰撞，而且我们确切地知道它将要发生。对于天文学家来说，这既是一个研究宇宙演化的绝佳机会，也是一个关于人类在宇宙中位置的深刻提醒。如果星系碰撞在宇宙中如此普遍，那么宇宙中的生命会怎样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们知道，地球上的生命是在相对平静的环境中演化而来的。太阳系位于银河系的边缘区域，远离星系中心，那些恒星密集、可能存在危险的环境。这种相对安全的地理位置为生命的演化提供了一个稳定的舞台。但是，当银河系与仙女座星系碰撞时，这个平静的环境会被打破。虽然恒星的物理碰撞几乎不会发生，但引力的扰动可能会改变太阳系在银河系中的位置。更重要的是，碰撞会触发大量的恒星形成，而大质量恒星很快就会以超新星的形式爆炸，释放出危险的辐射。幸运的是，这种混乱主要发生在星系碰撞的高峰期，大约是碰撞开始后的几亿年内。如果太阳系在这段时间内恰好位于一个危险区域，生命可能会面临威胁。但考虑到太阳系可能被甩出星系，或者迁移到更加安全的轨道，这种风险可能被大大降低。当然，这些都是非常遥远的猜测。更现实的思考是，
在银河系与仙女座星系碰撞之前，人类如果还存在的话，有足够的时间来发展科技，甚至离开银河系去往宇宙的其他角落。几十亿年的时间，足以让一个文明发展出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技术。也许到那时候，人类或者人类的后裔会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观看这场宇宙碰撞。他们可能会站在银河系之外的某个地方，或者干脆住在一个被改造过的星舰世界上，用先进的技术记录和分析那场宇宙奇观。甚至他们可能会想办法干预碰撞的过程，引导太阳系进入一个更加安全的轨道，或者利用碰撞释放的巨大能量来为自己的文明服务。对于一个拥有数十亿年发展历程的文明来说，这些可能都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过，这些都是纯粹的推测。让我们把思绪收回当下，回到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宇宙时代。我想和你分享一个观点，正是因为宇宙在不断变化，正是因为恒星有寿命，星系会碰撞，宇宙才充满了生机和可能。如果宇宙是静止不变的，如果一切都永恒存在，那么新的恒星不会诞生，新的行星不会形成，新的生命也不会出现。从这个角度来看，银河系与仙女座星系的碰撞不是一场灾难，而是一个新的开始。它预示着一个更加进化的宇宙结构的诞生，它为未来的恒星和行星提供了原材料，它延续了宇宙演化的史诗。我们已经知道，这两个星系目前相距约250万光年，正在以每秒110公里的速度相互接近。碰撞将发生在大约40亿年后，但这只是一个开始。整个合并过程将持续数十亿年，期间会发生许多有趣的事件。让我们按照时间顺序想象一下这场宇宙大戏的主要场景。首先是接近阶段，在碰撞前的数十亿年里，仙女座星系与银河系的相对位置会逐渐变化。虽然这种变化在肉眼看来很微小，但对于天文学家来说，这是可以精确测量的。大约在碰撞前的10亿年左右，两个星系的银运会开始重叠，边缘区域的恒星会受到轻微的引力扰动，然后是第一次相遇。当仙女座星系的核穿过银河系时，两个星系会短暂的分离，但又被彼此的引力拉回来。这种相遇、分离、再相遇的过程会重复多次，每一次都会让两个星系的结构更加混乱。在这段时间里，银河系和仙女座星系的悬臂会被扭曲和拉伸，形成壮观的潮汐尾和桥梁结构。也许你已经听说过星系碰撞会产生恒星流这件事。是的，当两个星系相互作用时，一些恒星会被引力甩出，形成长长的弧形结构，被称为星流。这些星流可以在合并后的星系中存活数十亿年，成为追溯星系合并历史的化石。天文学家已经在银河系中发现了许多这样的星流。银河系曾经吞噬过许多较小的矮星系，这些合并事件留下的痕迹就是天空中那些神秘的星流。其中最著名的一条被称为银河系晕环，它是一个巨大的球形结构，由数十亿颗古老的恒星组成，记录着银河系数十亿年的吞噬历史。当银河系与仙女座星系合并时，这样的大规模合并会产生更加壮观的星流，数十亿颗恒星会
会被甩出，形成宇宙中最壮丽的河流，在新形成的星系周围形成巨大的光环。在碰撞的高峰期，两个星系的中心黑洞会非常接近，它们会相互绕转，释放出巨大的引力波能量，最终合并成一个质量达到太阳数十亿倍的超大质量黑洞。这个新形成的黑洞会吃掉周围大量的恒星和气体，释放出强烈的辐射，形成一个活跃的类星体。类星体是宇宙中最明亮的天体之一，它们实际上是超大质量黑洞，正在吞噬物质的阶段。银河系中心的黑洞目前是安静的，但当仙女座星系的物质被加入到混合中时，这个黑洞可能会被激活，在数百万年的时间里释放出相当于数十亿颗恒星的能量。对于一个遥远的外星文明来说，如果它们存在的话，这场银河系与仙女座星系的合并可能会是宇宙中一场持续数十亿年的壮观烟火表演。星系碰撞往往会触发剧烈的恒星，形成爆发。这是因为当两个星系的气体云相互碰撞时，气体会被压缩，在引力的作用下坍缩，形成新的恒星。在碰撞的高峰期，新恒星的形成速度可能是正常时期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这种星爆会持续数亿年，然后逐渐平息。在此期间，会有大量的大质量恒星诞生，它们很快就会以超新星的形式结束生命，将新合成的元素散布到宇宙空间。这些元素会成为下一代恒星和行星的原料，继续宇宙的物质循环。我们的太阳其实就是几十亿年前某次恒星爆发产生的星云的产物。太阳系中的重元素包括构成地球和我们身体的各种原子，大多来自那些早已消失的古老恒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是宇宙物质循环的一部分，是数十亿年恒星演化史的遗产继承者。在银河系与仙女座星系的碰撞过程中，类似的过程会再次发生。不过，这一次的碰撞规模更大，产生的恒星更多，形成的元素也更丰富。也许在合并后的星系中会诞生新一代的太阳系，其中某个行星上可能会演化出新的生命形式，开始他们自己的文明故事。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场景，对吗？即使是我们自己的太阳系走向终结，宇宙的故事仍将继续，新的世界将诞生，新的生命将出现。虽然银河系与仙女座星系的碰撞发生在40亿年后，但天文学家已经在为这一天做准备。欧洲空间局的盖亚卫星正在精确测量银河系中数十亿颗恒星的位置和运动。通过这些数据，科学家可以更好地预测太阳系在星系碰撞中可能遇到的命运。此外，科学家们还在开发新的观测设备，用于研究遥远星系中的碰撞过程。美国计划中的大型光学红外望远镜、欧洲极大望远镜，以及中国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都将为我们提供前所未有的观测能力，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星系碰撞和合并的物理过程。这些观测不仅能满足人类的好奇心，还可能为我们的文明提供实际的益处。通过研究星系的碰撞，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引力、物质和能量的相互作用。这些知识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被应用于更加先进的技术。不过，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了解这些知识的意义可能不在于实际的应用，而在于它给我们带来的思考和感动。当你躺在夜晚的星空下，想象着40亿年后那场宇宙碰撞时，你可能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一方面，你会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在宇宙的尺度上，人类不过是沧海一粟，连银河系都只是宇宙海洋中的一粒沙。另一方面，你可能会感到一种奇怪的安慰，即使是银河系这样的庞然大物，也有它自己的生命周期，也有它注定要经历的转变。这种认知让我们能够以一种更加平和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我们都在变化中，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但正是因为变化，宇宙才充满了可能。我之前提到，恒星之间的物理碰撞几乎不会发生，这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惊讶，毕竟碰撞就是碰撞，为什么恒星会安然无恙呢？答案在于宇宙的浩瀚。让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想象一下，太阳是一个直径大约14米的大球，按照同样的比例，距离太阳最近的恒星比邻星将位于大约30万公里之外。这个距离大约是真实宇宙中月球到地球距离的8倍左右。也就是说，如果把太阳缩小到一个客厅的大小，那么最近的另一颗恒星将在地球的另一边。在这样的尺度上，即使2个星系相互穿过，大多数恒星也只会擦肩而过。就像2个装满蚂蚁的盒子被混在一起，大多数蚂蚁不会撞到彼此，它们会穿过彼此，继续各自的生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星系碰撞对恒星没有影响。虽然恒星本身不会碰撞，但恒星的轨道会被改变。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站在地球表面的人，当另一个巨大的天体从你身边经过时，它的引力会把你向上拉，让你短暂地漂浮起来。类似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恒星身上。当另一个星系经过时，恒星会被拉向新的方向，轨道会发生变化。对于太阳系来说，这种引力扰动可能会导致行星轨道的微小变化。不过，根据目前的模拟，这种变化不太可能对行星的稳定性造成严重影响。地球可能会继续在几乎相同的轨道上绕太阳运转，虽然天空中的星星位置会有所改变，不过有一个潜在的风险是值得注意的。当2个星系相互作用时，太阳系边缘的奥尔特云可能会受到扰动。奥尔特云是一个包围着太阳系的巨型彗星仓库，包含着数十亿颗冰冻的彗星。如果这些彗星的轨道被改变，大量的彗星可能会被甩向内太阳系，增加地球被彗星撞击的风险。不过，这种风险主要发生在碰撞的高峰期，大约是碰撞开始后的几亿年内。在此之前，太阳系应该相对平静。即使在那之后，考虑到地球被彗星撞击的概率本来就非常低，这种风险的增加可能也不会对我们的后代构成太大威胁。如果它们还存在的话，银河系和仙女座星系的中心都存在超大质量黑洞。银河系中心的黑洞质量约为太阳的400万倍，仙女座中心的黑洞更大，约为太阳的1亿倍。当2个星系开始合并时，这2个黑洞也会被卷入这场宇宙舞蹈。2个超大质量黑洞的合并是宇宙中最剧烈的事件之一，它们会相互绕转，释放出巨大的引力波能量。引力波是爱因斯坦相对论预言的现象，
它们是时空的涟漪，以光速传播。当两个黑洞最终合并时，释放的能量相当于数千万颗超新星爆发的总和，全部以引力波的形式散布到宇宙中。2015年，人类首次探测到引力波，那是来自13亿光年外两个黑洞合并的信号。那个合并产生的黑洞质量约为太阳的62倍，释放的能量以引力波的形式传播，最终被地球上的探测器捕捉到。当银河系与仙女座星系的黑洞合并时，产生的引力波信号将会强得多。虽然它发生在2500万光年之外，但产生的引力波仍然可以被未来的引力波探测器观测到。如果那时候还有人类文明存在的话，这个超大质量黑洞的合并过程可能会持续数百万年。在此期间，它会不断吞噬周围的恒星和气体，释放出强烈的辐射。当它最终平静下来时，一个质量约为太阳10亿倍的超大质量黑洞将统治合并后星系的中心。有趣的是，这个新黑洞的名字可能已经确定了。一些天文学家建议把它叫做 Milkomeda， 也就是银河仙女合并体的意思。虽然这个名字还没有被正式采用，但它已经成为了描述这个未来星系的流行用语。在黑洞合并的过程中，周围的恒星会被驱逐出中心区域。这些被称为超快恒星的天体以极高的速度飞离星系中心，有些甚至可能达到足以逃离星系的逃逸速度。它们将成为合并后星系中最孤独的旅行者，在星系之间的空旷空间中漂泊数十亿年。当两个星系的碰撞达到顶峰时，夜空会是什么样子？这个场景需要一些想象力，因为碰撞的高峰期发生在40亿年后。但根据我们对其他正在碰撞的星系的观测，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致的推测。当仙女座星系接近银河系时，它在天空中的大小会逐渐增大。目前，仙女座星系看起来是一个模糊的光斑，大约有6个满月那么大。但到了碰撞的高峰期，它可能会占据夜空的很大一部分天空，成为一个比现在银河系还要壮观的景象。更重要的是，碰撞会触发大量的恒星形成，新的蓝色巨星会在仙女座星系的悬臂中诞生，它们的光芒比老年的红色恒星更加明亮。整个仙女座星系会变得更加明亮，发出蓝白色的光芒。如果那时候还有地球上的人类，他们看到的夜空将会是一场宇宙烟火表演。当然，如前所述，在碰撞的高峰期，地球可能早已被膨胀的太阳吞没，或者被甩出太阳系，成为一颗流浪行星。无论如何，那时候的地球上不太可能有生命，更不可能有仰望星空的人类。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想象那个场景，在宇宙的某个角落，也许是银河系边缘的一个年轻恒星系中，某种文明正在观测着这场宇宙碰撞。对他们来说，银河系与仙女座星系的合并是他们宇宙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像我们今天观测超新星爆发或黑洞吞噬物质一样。如果这个文明足够先进，他们甚至可能计算出40亿年前发生在银河系边缘的那场碰撞，也就是银河系与仙女座星系碰撞的遥远回声。对他们来说，那是他们的创世神话，是塑造他们星系的历史事件。这个思考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更加哲学的层面。在宇宙中，没有什么是真正特别的，
银河系不是，仙女座星系不是，我们所在的太阳系也不是。每一个星系都在与其他星系相互作用，每一颗恒星都在演化，每一颗行星都在变化。宇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舞台，每一个角落都在上演着自己的故事。从这个角度来看，地球和人类并不是宇宙的中心，也不是宇宙的目的地，我们只是宇宙演化过程中的一个短暂插曲，一个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出现的偶然现象。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重要，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我们的存在，宇宙才有了观测自己的能力，才有了理解自己的可能性。卡尔萨根曾经说过，我们是宇宙认识自己的方式。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在于，我们这些由星辰组成的、会思考的、会提问的生命，是宇宙觉醒的一部分。在宇宙数十亿年的演化中，终于有了一些存在能够理解这个过程，能够欣赏它的美，能够在星空中看到自己的历史。当你躺在这里听这些内容时，请记住，你正在做的事情可能是宇宙演化史上最不寻常的事情之一。意识在思考宇宙，智慧生命在理解自己的起源。我之前提到，星系碰撞在宇宙中并不罕见。事实上，宇宙的演化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合并和碰撞的历史。在宇宙的早期，气体的分布比今天更加密集，星系之间的碰撞也更加频繁。正是在这些碰撞中，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的星系结构被塑造出来。银河系本身可能就是由多次小规模合并形成的。今天的银河系吞噬着周围的矮星系，在它的光环中仍然可以找到这些古老合并事件的痕迹。球状星团的分布、恒星的化学成分、气体和尘埃的分布，所有这些都记录着银河系数十亿年的用餐历史。仙女座星系也有类似的经历。观测表明，仙女座星系的周围也存在一些被吞噬的矮星系残余，它的结构也显示出过去碰撞的痕迹。可以说，银河系和仙女座星系都是宇宙合并历史的产物。从这个角度来看，银河系与仙女座星系的碰撞只是宇宙演化长河中的又一个篇章，只不过这一次的合并规模更大，意义更加深远。这个视角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有趣的思考：如果没有星系碰撞，宇宙会是什么样子？首先，可能不会有大型的漩涡星系，因为漩涡星系的旋臂结构很可能就是在多次小规模合并中形成的。其次，可能不会有太多的椭圆星系，因为椭圆星系正是星系碰撞合并的产物。第三，整个宇宙的演化图景可能会大不相同，恒星的形成历史、元素的分布、星系的分布都会受到影响。也许在没有星系碰撞的宇宙中，生命的出现会更加困难，因为生命需要重元素，而重元素主要是在恒星内部产生的，并通过超新星爆发和星系碰撞散布到宇宙空间。如果没有碰撞，重元素的分布可能会更加不均匀，某些区域可能永远无法积累足够的重元素来形成岩石、行星和生命分子。从这个角度来看，星系碰撞虽然听起来像是灾难，但实际上可能是宇宙中最重要的创造性力量之一。正是通过碰撞，物质被重新组合，能量被释放，新的结构和新的可能性被创造出来。
银河系与仙女座星系的碰撞将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星系，一个包含数千亿颗恒星的宇宙巨兽。这个新星系将有自己的演化历史，有自己的恒星形成过程，有自己的行星系统。也许在合并后的星系某个安静的角落，新的太阳系正在形成，新的行星正在凝聚，新的生命种子正在播撒。这让我想到，也许宇宙的故事是无限延伸的，每一个结束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每一个毁灭都孕育着新的创造。银河系会消失，但组成它的物质不会消失；太阳会燃尽，但太阳中的原子不会消失。它们会以新的形式继续参与宇宙的演化，见证新的世界的诞生。如果以这样的眼光看待一切，我们也许能够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不是对死亡的逃避，而是对生命循环的深刻理解。既然宇宙本身都在不断变化，我们个人的生命又何必执着于永恒呢？重要的不是存在多久，而是在存在的每一刻是否充实，是否有意义，是否美好。作为普通人，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关于宇宙的知识？也许你会说，这些知识离我的生活太遥远了，40亿年后的事情与我现在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明天还要上班，还有账单要付，还有孩子的作业要检查。我完全理解这种感觉。事实上，我并不是要让你忽视日常生活中的责任和挑战。相反，我认为，正是因为我们了解宇宙的宏大，我们才能更好地珍惜生活中的小事。当你知道宇宙已经存在了约138亿年，并且还将继续存在数百亿年时，你会发现，你的生命虽然短暂，但并不是无意义的。你是宇宙故事的一部分，你是你家族历史的一部分，你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你的每一个选择，每一次努力，每一份爱，都在以某种方式影响着这个世界。而且，你正在做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你在思考宇宙。躺在夜晚的星空下，听着关于银河系与仙女座星系的故事，让思绪飘向那些遥远的时间和空间。这种体验是宇宙中极少数存在才能拥有的能力。想象一下，在某个遥远的星系中，可能有一些生命形式永远无法离开自己的行星，或者永远无法理解什么是星系。而我们拥有能够思考这些问题的智慧大脑，拥有能够欣赏宇宙之美的情感体验，拥有能够探索未知的好奇心，这难道不值得珍惜吗？所以，下次当你仰望星空时，不要只是匆匆一瞥，然后继续忙碌，花一点时间，让自己的思绪飘向那些遥远的星光，想象那些光子从数十亿光年外出发，穿过无垠的宇宙，最终落入你的眼睛，成为你对这个宇宙的一瞥。你与宇宙的未来是相连的，你与那些尚未诞生的生命是相连的。你是宇宙故事的一个章节，正在被书写。也许你现在正在经历的某些事情让你感到焦虑、不安或者失落。也许你正在担心未来的一些不确定性。也许你只是需要一点时间来放松和放空。无论你是出于什么原因点开了这段内容，我都希望你能够在听完之后感到一丝平静。晚安，宇宙旅人，愿星光照亮你的梦境。